今天是2025年10月28号，乌克兰抵抗侵略的第1342天。昨天，俄罗斯全域战损人员800人。10月27号，库尔斯克州全域爆发了年度最激烈的决战。乌军以 Link-16 数据链为核心高科技作战体系强势发威。F-16战机领衔空地协同攻势在库尔斯克主战场实现了关键的突破，同步在布良斯克、别尔哥罗德、赫尔松和克里米亚等多条战线发起了精准反击，彻底粉碎了俄军第7次大反攻的企图，用实战诠释了现代化战争的制胜逻辑。库尔斯克方向的决战于10月27号凌晨3点正式打响，俄军集结了太平洋舰队的第155海步旅、黑海舰队的810海军陆战队空降兵第76和第106空降师的精锐部队，车臣阿赫马特特战部队组成了8万联军，从库尔斯克北部的奥廖尔方向、南部的别尔哥罗德边境同时发动了前行攻势，企图包围乌军的核心阵地。乌军则以第17坦克旅、第46空突旅和第65机步旅主力搭配第95空中突击旅、国民警卫队第4机动旅构建纵深防御，将王牌的第82空突旅部署在库尔斯克西南的沃罗涅日公路沿线，形成了关键的反击力量。清晨5点，乌军空地一体作战体系全面激活，3架 F-16战机编队携带用120空导弹和哈姆制导炸弹呼啸升空，依托北约的 Link-16 数据链和预警机实时联动，率先在库尔斯克东北部的克罗恰地区锁定俄空天军的苏35战机编队，成功击落2架俄空天军王牌战机，一举夺取了局部的制空权。随后 F-16战机编队转向地面打击，精准轰炸了俄军在库尔斯克恰托夫市装甲集结地和炮兵阵地，配合地面的海马斯火箭炮和 FPV 无人机群，3个小时摧毁大量俄军 T-90 主战坦克和自行火炮，成功瓦解了俄军的首轮攻势。乌军在地面战场采用无人机侦测加精准火力打击，第46突击旅在库尔斯克南郊的拉蒙镇突破俄军防线，战至中午12点已经向南推进了3.2千米，成功收复了佐洛托洛沙还有涅斯杰罗夫卡2个关键阵地，将俄军的战线撕开2公里的缺口。截止当日的19点，乌军已经全面控制了库尔斯克至奥廖尔 M2 公路的关键路段，歼灭俄军500人，彻底解除了俄军对库尔斯克核心地区的威胁。在库尔斯克激战正酣的时候，乌军多条战线同步发起了协同反击。别尔哥罗德方向，乌军远程火力和无人机部队联动，精准打击了俄罗斯境内布良斯克泵站和别尔哥罗德的火力发电厂，摧毁俄军南线60%的油料供应节点，有效牵制了俄军向库尔斯克增兵的企图。布良斯克边境，乌军边防部队获第142机步旅配合，用 IEP-2 重型轰炸无人机袭击了俄军的防空节点，摧毁1套 S-300防空系统和2座雷达站，为后续进攻的通道开辟了新的战场。在赫尔松战线，乌军的第35海步旅依托第聂伯河左岸的攻势，对俄军第205摩步旅防御阵的发动夜袭行动，在赫尔松市的东南新卡霍夫卡地区摧毁俄军弹药库1座，切断了俄军第聂伯河沿岸的补给线路。克里米亚方向，乌军无人机部队精准打击了费奥多西亚油库和雅尔塔防空阵地，油库爆炸起火燃烧持续了6个小时，同时摧毁1套 A400导弹发射器，显著削弱了俄军在克里米亚的防空和后勤保障能力。此外，乌军还针对克赤大桥实施了精准打击，削弱了其重载车辆的通行能力，进一步切断了俄军南线战场的战略补给通道。整场全域作战中，乌军高科技作战优势尤为明显。F-16战机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构建的攻防一体网络，成功拦截了俄军15枚巡航导弹和12架自杀式无人机。数字化的指挥系统让各条战线的部队实现了联动， FPV 无人机和远程精准打击武器协同运用，有效遏制了俄军装甲集群的优势。截止10月27号深夜，乌军在全域共收复210平方公里，摧毁俄军各类作战装备83件，防空系统4套，彻底扭转了局部态势的被动局面。从库尔斯克的空地协同翻盘到多条战线的阵地破局，乌军以精锐部队的顽强作战和现代化战术的灵活运用，再次证明了其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决心和实战能力。这场全域反击战不仅打破了俄军的战略企图，更向世界展现了乌克兰军队在高科技战争中的蜕变和成长。
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大家有什么观点和看法，欢迎打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